排名第3的杀手组织七色，在行刺叶松失败后，竟被王老三戏耍，于是准备顺叶松的心意，让王老三付出该有的代价。冤有头债有主，既然叶松想借刀杀人，我如他所愿。而另一边，正准备返回山青组建同济会的叶松，接到了有着第一国士之称的何正风来电。喂，何老，你还在燕京是不？是的，我打算明天返回山青。那今天就抽个空到智库大院来一趟，咱们这群老东西可都是怪想你的了。行，晚饭过后我再去一趟。什么叫晚饭过后再去一趟？说的智库大院好像没饭吃似的。既然能抽得开身，那就赶紧的，让咱们这群老家伙望眼欲穿。你说你好意思呢吗？得，那我抓紧过去。这还差不多，抓紧的。有些国际形势的趋势问题，咱们还得跟你探讨探讨，听听你的看法想法的。在叶松的苦笑应声下，那头的何正风很快便挂断了电话。何正风找你去智库大院。说是要找我探讨一下国际形势的趋势问题。林朝阳并不意外地点了点头。你在英美上演的那2出会见，必然是会勾动紫禁高层跟首席智囊团心弦的，所以何正风找你是在所难免的。毕竟你上次的英美之行所反映出来的种种，在某程度上将会让智囊团的布局能够进一步迎来优化。但是爷爷想说的是，无论怎么着都好，底牌一定不能全露。说到最后那几个字时，林朝阳的眼神中多了几抹深邃。不过你处事，爷爷是绝对放心的，至少这种问题应该犯不着我去嘱咐。你的城府可不比咱们那些黄土埋到嗓子眼的老头子浅。我知道。这个什么七色组织的中高层被人发起疯狂猎杀。七色组织他自然知晓，这他娘的可是让无数权贵富豪闻风丧胆的杀手组织。然而就这种组织，竟是在2天时间里被人猎杀了10多位中高层，这他妈……你不知道？不知道，真不知道。据你四叔所说，现在海外那些组织势力都怀疑七色组织高层遭到的这波疯狂猎杀是来自于叶松的报复。有可能真是九州安保所为。有可能。怎么说？叶成英将叶松遭遇暗杀那晚回到广深人民医院之后的事说了出来，说哈利凯恩接到关于线索的电话后，跟九州安保负责人秦猛一同赶往湘江。但是之后我找秦猛过问时，他却没给我提供任何的信息，说是这是他会处理好的，说是等揪出幕后黑手后再告诉我。看他那么一说，再加上叶松那边似乎也一直都没找秦猛过问，而秦猛也不朝他进行相关汇报，我便就没再对他发起追问了。这么说来，九州安保近期发生的事你都不知道？对，最近心思都不在九州安保那边，加上有秦猛坐镇，我也没什么可过问的。九州安保现在的实力到那种能针对全球排行第3的杀手组织发起猎杀的地步了没？这我能说，我也不太清楚吗？叶成英止不住潸然不已。主要是跟着叶松都是搞大茶饭，九州安保那边我就没那么多心思去兼顾了。我听说你现在身价超过500亿，你这钱都是哪来的？跟着叶松赚的。什么买卖能让你这么快就积攒几百个亿？之前他预判到了老毛的战争形势，预判到了欧美那边会对老毛发动制裁，同时也预判到了老毛会在欧美的联合围剿制裁中所进行的反制裁手段，从而推断出老毛会以对欧断供天然气作为反制裁。如此一来，欧洲的能源价格，尤其是天然气能源的价格将会狂飙，于是乎带咱们几个在欧洲能源期货市场上发起了抄底扫荡。叶敬明猛地倒吸凉气，老谋直瞪，惊震不已。惊的不是叶成英说的在欧洲能源期货市场发起抄底扫荡，而是叶松竟然如此精准地预判到老毛那边的战争形势所引发的国际形势，并且还推断出老毛会启动对欧断供天然气的反制裁。叶敬明呆了好一会，而后才恍惚地摇了摇头。也难怪他会被何正风视为接班人，连你都赚了几百亿，那叶松呢？估计有个几千亿吧。当然了，我说的是折算后的人民币，不是欧元。叶敬明的老脸狂抖，这究竟是什么概念来着？找个机会跟他好好聊聊，要悠着点，别太锋芒毕露，方为王道。您老觉得像他那种变态会考虑不到这些问题吗？我对他越是了解，就越觉得恐怖变态。他就像不是咱们这个世界的人似的，就像是从未来穿越回来似的。就他那种神机妙算、料事如神的妖孽彰显，犯不着任何人去教他做人。再就是，您老知道我对他最为五体投地的是那一点吧？他从不打没把握的仗，只要出手，那就是算无遗漏的运筹帷幄，一个走1步就看5步，甚至是看10步的主儿。您说需要外界去对他进行警醒吗？说的也是，是我多虑了。若是锋芒毕露会让他栽跟头的话，他是早就不知栽了多少个跟头了。颔首失笑之余，叶敬明话锋一转，回头看什么时候比较合适，你把那个秦猛叫到家里一趟，我把你大伯也给叫回来，咱们跟他好好聊聊。见状，人老成精的叶敬明一眼便洞穿了叶成英心中的顾虑。你可以先跟叶松那小子打声招呼，我想他肯定不会阻止的。
行，到时我再跟您老说时间。好了，不用你陪我了，去忙你的去吧。看着叶成英离去的洒脱背影，叶敬明脸上浮出了浓浓笑容来，低声轻喃道：“成英，这不仅是你的造化，同样也是我叶家的造化啊。”此时的智库大院里，还是他首次到访时的那个大厅中，一众首席智囊团齐聚一堂，在这看似最不正式的场面中，分析探讨着无比正式且敏感的话题。然而，与其说是分析探讨，倒不如说是叶松的个人专场。除了一开始时首席智囊团针对叶松那趟英美之行所进行的种种过问，随着话题来到国际当前形势以及后续趋势，基本上就成了叶松的专场了。不是那些智囊们不想发表，而是他们根本找不到任何插话发表的机会。如果不是我的学识跟认知让我清楚这是一个科学世界，我甚至都得怀疑你是不是从未来回到当下的。何老，至于呢吗？您老要这么说的话，我是真得理解成您老是在捧杀我了。话说，你真的确定不加入到首席智囊团中来？真不打算为国效力？为国效力一直是我的追求所在，我比任何人都希望华国能越来越好，比任何人都希望华国能越来越强大。那就加入智库大院，首席智囊团的位置一直都为你留着。不着急，再等等。说归说，无论何老你们再是怎么任何都好，我要是现在就入驻首席智囊团的话，少不了会遭到各种非议的。狗屁非议，咱们都不担心，都不在乎。你说你担心什么？何老，不急，首席智囊团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头衔而已，就好比我之前对您说的那些，哪怕我不是首席智囊团成员，但也不影响你们对我召之即来，更不影响我将自己的想法对你们无所保留，不是吗？性质不一样。何老，给我点时间。多久？等我退休。不是，你耍咱们啊？就你这岁数，要是扯上等你退休的话，咱们岂不是得场面了？何老，不至于，绝对不至于。我的计划是40岁之前实现退休，以目前情况来看，是绝对有可能的。只要等我撒手退休后，只要智库大院需要我，只要国家需要我，我一定义不容辞的倾尽全力。40岁之前实现退休，计划是这么计划的。放着这么大的家业选择退休，我要是坚守家业的话，那么入主智囊团也说不过去，更何况是紫禁首席智囊团。其实要让我说的话，我入主与否都不重要，只要国家有需要，只要智库大院有需要，我必当义不容辞。所以你的态度是坚决不考虑入主智库大院？目前而言，确实是不考虑这一点。而且我是否入主智库大院并不重要。对了，既然眼下何老跟诸位长者眼下提到智库大院，那我有个想法，不知当说不当说。什么？据我所知，农历年后不是要重新更新智库的成员信息了吗？所以我想给智库大院引荐一位编外人员。引进编外人员？别说其他智囊团成员，饶是何正风此刻都有点懵了。对，何方神圣？何老跟在座诸位都挺熟悉的，王静安。